这期影片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到底加密货币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比特币要在这里继续往下跌，开启一个为期1年的熊市吗？很多人都在炒4年周期，那我认为这一轮可能是一个 super cycle， 或者是4年循环已经不复存在了。首先要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呢，我们就要去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图，就是比特币4年周期，每4年才能减半的这个图。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，12年开始呢，一次产能减半，到现在已经经历过4次。那在每一次产能减半之后呢，可以看到的是会迎来一个牛市，比特币价格呢也会创造历史新高。那在创造历史新高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熊市的开始，然后一直到下一次的比特币产能减半。这个规律呢，从12年到现在已经维持了一段时间了。在第一次减半了之后的371天，比特币来到了最高点，之后呢就开始走熊。在第二次减半之后的526天，比特币开始走熊。那第三次减半是在之后的548天，比特币开始走熊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假设比特币在今年的10月6号 all time high， 也就是大概在12万6千左右的附近，假设这是这一轮比特币牛市的最高点。那从上次产能减半，也就是去年大概4月份到今年的10月6号呢，一共是534天。那这个天数呢，其实跟之前2个 cycle 时间类似。如果说历史再次重演的话，那么这一轮牛市的最高点真的很有可能就是12万6千。那另外有一个反对的观点，就是说很多人说现在比特币呢，它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 super cycle， 就是超级循环周，或者说它已经不再受到4年周期的这个牛熊市的影响，因为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还有机构呢开始囤积比特币，加上美国一系列大幅支持加密货币的发展。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，就是熊市的低点到牛市的高点花的时间大概是多久？在第一个循环当中呢，熊市的低点是发生在这里，牛市的高点是发生在这一边，一共是经历了756天。第二个循环呢，熊市的低点在这边，牛市的高点在这边，一共经历了861天。第三个循环呢，是这个熊市的低点在这边，然后牛市高点在这里，一共经历了1071天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状态嘛，就是每一个循环从熊市低点到牛市高点涨的过程当中，也是逐渐被拉长的过程当中。那就在今天涨幅下降的同时呢，这个拉的时间呢也是不断的在被拉长，从751天到861天到1071天。这轮周期呢，如果从低点到我们所谓的12万6千这个就这边高点的话，花了大概是1050天。OK，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图，这张图告诉你的是每一次比特币牛市跟熊市的维持长度。那2012年的数据之前我们就不参考，因为那太陈旧了。比特币牛市周期长度我们其实刚刚就已经讲过了，接下来就来看最近3个熊市维持的长度。2015年的熊市呢维持了整整365天，也就是1年左右的时间。那么接下来2019年熊市也一样维持了365天。假设这一轮的牛市真就是10月6号那一天达到了最高点，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pattern， 好像是什么庄家在出老千一样。1060天的牛市跟随着365天的熊市，然后再是1060天的牛市跟随365天的熊市。这次呢也是1060左右的牛市，差不多说可以说是1060天左右。所以说如果今年的10月6号真的就是牛市尾的话，那然后这是一轮熊市开端的话，那么按照历史这轮熊市的话要走多久呢？大家其实不用脑袋去想都知道，应该是1年左右的时间，也就365天。那也就是说，假设历史又再次重演，接下来比特币呢会在明年的10月初左右触底，然后开始下一轮的牛市。那我们刚刚也说过，比特币可能会有个 super cycle， 那么印证它的指标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周线级别的 RSL。那几天前的时候呢，周线 RSL 一度是跌到36左右，大家可以注意到这边36嘛。那过往什么时候呢？就比特币的周线 RSL 有跌到36的地方呢？上次发生是在这个地方，那这个地方是多少呢？比特币是在15000到17000的这个位置，你可以说是历史前的一个低点嘛，那也是上个循环的最好买点。那上次发生的时候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在19年的熊市的低点啊，那当时比特币的话是落在3000左右一克，那这个也很明显，也是熊市的低点啊。那上次发生的是什么时候呢？也就是比特币落在190到180左右的位置。那如果你说你想追溯到更早以前的话，第一次发生那是在11年的熊市低点。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，很明显，如果你用比特币周线 RSL 来看的话，比特币周线 RSL 跌到36的次数啊，只发生过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。那过往当中的话，只发生过4次。这次呢是第5次，那过去的每一次比特币周线 RSL 达到36的时候呢，都像是熊市的低点。那另外一个造成比特币价格从10月开始暴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那有很多比特币的 OG 资金开始 cash out 就是把自己持有的比特币全部卖出，然后呢就可能就是远离 Web3。
在过去的这几周呢，有非常非常多的比特币巨星也是纷纷选择在这个时间去开 short。像在今年的7月份也有一个巨金啊，那将近梭哈了100亿美金的比特币。那这个的话大概是在11年前买的，那是早期囤积比特币的巨金啊。那这些行为的话，是不是代表说他们对这个市场完全失去了信心？可能你也不能单纯这样想吧，你可以想想那些早期投资比特币的人，我觉得早期投资其实没那么难，最难的是能够一直投着，就是能在手里超过10年或者超过更多年。那这需要很高的信仰，以及是很高的那个自控能力才可以做到。你可以想想，这过去10年的话，你的资产可能从 A5 膨胀到 A6， 然后 A7、A8、A10、A11。很多观众也他不知道 A10、A7 啊、A8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的资产后面的几个零，这个几个零就是 A 级。那比如说你有那个可能有10万，那么你就是10万的话就是 A5 吧？对，10万就是 A5 啊。对啊 ，A7、A8 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了吧？那实际上，如果你有那么多资产的时候呢，你已经不在乎什么时候选择，就是说开 short，就是选择就是把自己的钱全部都变现，然后呢回归 Web2 的世界，就可能 Web3 就不碰了。因为你已经有这么多钱，你也不在乎选择在什么时候去进行抛售。那大家都会，大家潜意识里面都会想，我肯定想卖在一个更高点，但当你有这么多钱的时候呢，你已经不会在乎就后面有没有多加一个零的事情了，就你已经有花不完的钱，这辈子都花不完，你还会在乎在什么时候去抛售吗？你还是想让你的资产就可能变得更多？那你大可以这一轮就是无论它有没有进行，就无论它有没有在牛市或者在熊市啊，那你把这笔就是可能你持有的比特币，然后留存到下一个周期好了呀。那下个周期可能就是50万美金啊，可能100万美金的比特币一颗啊。那你不是赚的更多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他其实不考虑这个东西。那么巨金去进行cash out，也就是抛售的时候呢，那短暂的话不是短暂，就一直会影响到就整一个比特币的价格，那肯定会就是下降嘛。还有一部分原因的话是，当时10月10日的时候 ，USD 稳定币进行一个脱钩，那造成大量的账户被清算。当时呢，尽管就算你只开2倍的杠杆，你也会被直接清算掉。那这种快速下跌的表现叫做杠杆清洗。造成了整个加密市场的快速下跌。那其实爆仓呢，它就是一个死亡螺旋。随着杠杆的抵押品被清算，更高的卖压呢会造成市场价格的持续下跌，然后会造成更多的爆仓。这个的话，其实跟当年的Terra Luna 有一点点类似啊。那我其实不太懂那个事件。那因为10月10号这个事件呢，除了很多散户爆仓亏损之外呢，造成最大亏损漏洞呢，其实是加密货币的做市商那一边。由于这些亏损呢，导致接下来做市商要开始持续的抛售资产来填补这些亏损的漏洞。那你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散户爆仓，做市商也会亏损？这点呢，可以顺便延伸一下。做市商他的工作呢，就是在任何时候提供买价跟卖价，就来确保市场当中有流动性可以进行交易。那当价格在短时间之内瞬间暴跌的时候呢，做市商他们爆出的这个买价呢，会被大量的砸单。那么他们会被迫买入价格快速下跌的资产，然后手上的库存呢就会出现巨大的亏损。但是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做市商还是必须要接盘，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，要不然市场就会失去流动性。那当时因为大量的合约爆仓，流动性的需求呢突然暴增，市场呢在一时之间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去承接这个压力。那这样的结果呢，就是做市商的库存呢会被快速的消耗，所以他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去填补这个库存。那最后呢，造成就是做市商他们没有办法提供，就平常可能市场当中它应该有的这个深度，然后呢，使得下跌会更加惨烈。最后要提的话就是美联储降息了，那么它是在12月11日的3点，那可能在我们就是东八区时间的话，可能在12日的凌晨，我应该没说错吧？当然如果说错的话，你评论区指责一下我是能够虚心接受的。就我现在对时间就可能没有什么太多概念了。那我们再提到另外一个环节，就可能在12月18日的话，日本要不要去进行加息呢？我不得不再次提，日本加息到底对我们就是可能加密货币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？那我们都知道，日本在24年以前呢，它的利率其实都一直保持着负，就是零啊，甚至是负的。那自从贸易战开打之后呢，日本其实有在慢慢提升利率来控制这个通胀。那你要知道，在以前利率低的时候呢，日本借钱基本上就是免费的概念。所以说，有很多日本的企业还有机构呢，他们基本上就是靠所谓的
这个零利率啊，那么来赚免费的钱。那零利率的意思就是呢，跟日本的银行借钱呢，反正利率基本上都是零，所以能借多少就借多少。然后他们把这些借来的钱呢换成美元，去买那些3%或者4%回报的美债。那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啊。那你要注意啊，这里就已经上升到企业和机构，就不是个人了，所以他借出来的钱肯定是很多的。然后他去买这些3%、4%的回报的美债，那他肯定这个回报率还是不错的。随着日本央行加息，他们慢慢的把这些资产呢，不管是债券啊，还是其他的美国股票卖掉，然后换回日元，再拿这个拿日元呢去日本银行还债。那这样子一来呢，就会造成整个市场流动性呢，因为这个利率就是加息嘛，然后变少啊缩减。然后你也知道，整个市场流动性呢，就决定这些高风险资产，像是科技股、比特币价格的最主要因素。所以说，最近比特币暴跌的原因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整个流动性缩减，然后这个风险提升了。那加密货币呢，又算是高风险资产，那也会是第一个影响起来比较严重的。作为新人，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，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，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、体验金的奖励。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，还可以阿尔法快速变现，填充我们的钱包。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，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比例 49%， 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，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，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 100% 利用起来，实现每天躺着赚钱。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，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，并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一直会有空头。这里的空头的话，今天我们会涉及到，所以近期呢，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，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。同时呢，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，一定要去完成，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。另外呢 ，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。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，一个是交易所注册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。注意，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。这里呢，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。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是开通。再者是去购买 Xcopy， 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。我们在这里先说明，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，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。什么意思呢？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，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，亲测过 0.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， 价值大概11刀左右。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。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，你也可以随时卖掉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，会一直作为空头发放给大家。那另外呢，一旦成为终身会员，解锁 SOIP 的功能，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OIP 的专属信号群，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。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，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、止盈点、止损点位、具体仓位的大小，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。同样，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，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，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，借以开单减少风险，但风险会一直在，投资需谨慎。